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解决完丹堂这个隐患后，彩铃看着萧炎特地炼制的8品医食丹，有些不太放心。等听到萧炎说医食丹药效温和，里面的药力会伴随着萧萧成长，改善他的体质后，彩铃这才放心的看着萧炎将丹药塞进一脸好奇的萧萧嘴中。萧萧吃下丹药后，药力发作，很快就睡了过去。萧炎看着充满了母爱韵味的彩铃，微微有些失神。他轻声说，萧鼎让他们办一场简单的萧家婚礼，算是将他迎娶进萧家。听到萧炎问自己觉得怎么样，彩铃娇躯顿时有些僵硬。萧炎走上前，看到彩铃满脸绯红，看上去越发的妖娆动人。他的心头火热，手臂环住彩铃柔弱无骨的腰肢，在他微微动情的眼神下，轻轻地吻了下去。一时间，暖洋洋的房间中春意悄然弥漫。此处省略好多字。联盟这些年在彩铃和萧鼎等人的管理下，各方面都相当完善。一打完仗炼完丹，萧炎这个盟主就开始无所事事，乐得清闲的他好好的享受了一把当爹爹的感觉。萧炎趁机将药老给的空间虫洞卷轴在玄黄要塞施展，这里离加玛帝国并不远，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，将通往星陨阁的空间虫洞连接在这里，以后不论哪一边有麻烦，都能以极快的速度互相救援。空间虫洞的建立也让联盟暗地里的实力猛涨，有星陨阁在后方支持，联盟称霸西北大陆指日可待。再加上萧厉在黑角域建立的萧门也并入了联盟中，算是作为联盟日后扩张的一个据点。等到时机成熟，联盟、萧门、星陨阁彻底凝聚，将会是一个横跨斗气大陆3大区域的强悍势力。庭院中，萧炎3兄弟坐在一起，前面不远处，彩铃正带着潇潇玩耍。看着他们母女俩，萧炎忍不住微微一笑。只要在潇潇面前，冷若冰霜的彩铃便会摇身变成充满母爱的大美人，那种韵味看得萧炎心晃神摇。前不久，萧炎和彩铃在萧鼎和萧厉的主持下进行了一个萧家的简单婚礼。婚礼并没有大张旗鼓，只有萧鼎他们2人出席。不过所谓长兄如父，也算是另一种隆重。不管怎么说，彩铃这些年为萧家为联盟做的事，足以让萧炎心怀一丝愧疚，这个名分是必须要给他的。萧鼎和萧厉听着萧炎这些年的种种历练，也不由得感到惊心动魄。尤其是在听说萧家曾经的背景后，他们更是十分惊讶。萧炎轻叹一声，萧家之所以会引来魂殿的窥探，也正是因为萧家曾经是萧族的缘故。萧鼎一下就想到了重点，既然萧家的血脉之力已经完全枯竭，那魂殿为何还要大肆而来？据他得到的情报，魂殿的人是要将萧家所有人的血脉之力都带回去的。萧炎也不知道魂殿究竟在搞什么鬼，但他的心中开始有些警惕。很显然，魂殿不会做毫不相干的事，既然他们对萧家族人这么感兴趣，必定会有他们的目的。好在现在的萧家人被他们分散在联盟各地，魂殿想要将他们全部擒获也是不可能的事。等日后他们势力强大了，再将分散的族人召集到一起。萧炎将天火3玄变交给萧厉，让他和一些优秀的族人修行。虽说萧家其他族人已经没有了血脉之力，无法将天火3玄变的威力发挥到最大，但不管怎样也能够提升不少的实力。萧厉知道萧炎身上没有什么破烂货，既然他说有用，那必定是极为不错的。萧厉收好卷轴后，萧炎便说过2日自己就会再度赶回中州。见萧鼎和萧厉有些不舍，萧炎说空间虫洞已经构建好了，日后来往不需要太久的时间，他们要是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去星陨阁那边看看。萧炎这次打算将彩铃和潇潇一起带去见见药老，星陨阁的安全性足够，现在的潇潇也可以开始修炼了，正好带回去让药老教导他。星陨阁，药老看到抱着萧炎大腿的小女孩，脸上尽是错愕。当初得知彩铃疑似怀孕之时，药老已经被魂殿抓走了，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些事。等听完萧炎所说，药老忍不住摇摇头，目光在彩铃身上扫了扫。要知道，当年美杜莎女王可是恨萧炎恨得要死。
彩铃的脸颊略微有些泛红，当年她和药老暗中可是交过不少的手。她拍了拍潇潇的小脑袋，让她快见过师公。潇潇眨了眨她的大眼睛，怯生生地叫着师公。药老一脸慈爱地摸了摸潇潇，他无儿无女，早着视萧炎为子。潇潇在他看来就如同自己的亲生孙女一般。片刻后，药老眼中涌现一抹惊喜。潇潇的灵魂力量比药老当年发现萧炎时还要强大，体质也更是比萧炎当年强上数倍，又是火属性，体内还有着一丝木气，完全是炼药师的大好苗子。若是好好培养的话，日后成就怕是比萧炎这个当爹的还要强。药老抬起头看向萧炎，毫不犹豫地说，以后潇潇就让他来培养。萧炎正有此意，药老的炼药术在他所知的人中无人能够超越，由他来培养再好不过。彩铃知道萧炎他们师徒有话要说，便带着潇潇下去安顿。药老告诉萧炎，根据情报，中州以外的其他大陆都爆发了不小的战争，这里面都有魂殿的踪影。萧炎心中有些不安，但现在的他太弱了，也做不了什么。药老转移话题，告诉他还有半个月就是空间交易会开始的时候，这段时间他们需要好好准备一番。净莲妖火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，想要将最后一张残图竞争到手，势必要大出血才行。4份残图，萧炎手中已经有了3份，这最后一份不论怎样也要将之得到。要知道，异火榜排名前3的异火都拥有着毁天灭地之能，甚至他们因为威力太过强大，连天地都不敢诞生太多，除非一种异火彻底消失，数万年之后才会出现第2朵。之后，药老和萧炎便同时闭关。他们闭关的那段时间，星陨阁的天空上时不时就会有彩色丹雷以及天地异象出现。半个月之后，萧炎和药老才终于满脸疲惫地出关。他们2人足足休养了3天。3天后，萧炎带着彩铃、小医仙和药老动身前往空间交易会。空间交易会这次的主办方分别是地行宗、空玄门以及剑宝山。这3个宗派名声虽然不及四方阁响亮，但实力即便是焚炎谷甚至天明宗都不敢有丝毫小觑。这些年的空间交易会在他们3宗联合的主办下越发壮大，可以算得上是斗气大陆上最高端的交易场所。即便是天阶斗技在这里也并非极度罕见，而所有人在参加空间交易会时都必须立誓，任何交易会的捣乱者必将群起而攻之。真正的强者对于自己的誓言还是相当守信的，所以即便也曾有过强抢的事情发生，但那些人的下场都不会好到哪里去。空间交易会的举办地点位于中州南北地域的一片荒芜沙漠中，这里虽然看上去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但萧炎仔细感应后发现沙漠中有不下100道气息，其中最差的都在3星斗尊层次，最强的气息波动也和药老有些相似。药老笑着说，这还只是小部分，里面才是真正的高端。药老让他们进入那片区域后都稍微收敛一下，一些隐秘宗派虽然名声不响，但宗门内说不定还有着斗圣的存在，能不招惹的话还是尽量少招惹。当然，若是别人主动惹上来，他们也不必做软柿子。药老虽然只是半圣，但他还是如今中州明面上的炼药师第1人，即便是碰上真正的斗圣强者也不会示弱。空间阵是专门开辟出来的一处空间，街道的2旁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卷轴、玉瓶，甚至还有武器魔盒之类的东西。萧炎一路走过，看到摆在摊上的各种高级斗技和功法以及丹药们，忍不住轻吸一口凉气。等走到尽头时，才意犹未尽地收回目光。这一条街让萧炎心动的东西不下10件，只是可惜开价太高，萧炎遗憾地放弃了交换的打算。他刚想拉着彩铃进入深处时，彩铃的脚步突然顿了下来，一枚呈七彩颜色的石子出现在萧炎眼前。这是一枚变异的七彩原石，据说它们只有在七彩吞天蟒陨落之地才会有一些几率出现。七彩原石对于七彩吞天蟒来说是真正的大补之物。萧炎上前询问七彩原石如何交换，听到摊主要2枚3色丹雷以上的8品丹药，萧炎觉得有些贵了。毕竟七彩原石虽然稀罕，但价值有限。
就在萧炎打算跟摊主继续墨迹一下时，彩铃拉住他的手，轻轻在他掌心处写了个买字。萧炎一下就猜到这东西怕是另有蹊跷。七彩原石到手后，彩铃告诉他们，若是有数百头以上的七彩吞天蟒同时陨落一处，便有几率诞生8彩甚至9彩的原石。只不过上百条七彩吞天蟒肉身同时陨落在一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所以常人只知七彩原石，不知其上还有8彩和9彩。而七彩吞天蟒真正的巅峰叫做9彩吞天蟒，只不过在吞天蟒族群中，只有血脉最浓郁的吞天蟒才达到过这种境界。彩铃滴上一滴鲜血在原石上，只见石头上缓缓浮现出一条彩色纹路。萧炎见是8彩原石，有些遗憾，若是9彩的话，彩铃就赚大了。而就在彩铃将之收入纳戒时，连他都未曾发现，那第8道彩纹之后，又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道极为淡薄的细小纹路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